如果让你选动漫中极端正义的角色，你会想到谁？提到极端正义，那就必然绕不开夜神月。これは僕に与えられた使命。僕がやるしかない。他の者にできたか？ここまでやれたか？この先できるか？你可以说我月神是大孝子，也可以说他是渣男，但不可否认，因为月神这个新世界卡密没有了战争，全世界的犯罪率减少了70%，他只是一个爱写日记的清冷男高，他有什么错？抱歉各位啊，刚刚被夜神月给夺舍了。前期的夜神月确实处决的都是死刑犯，但之后为了骗过 L 开始乱杀犯人，那这个就说不过去了。所以说以暴制暴是不可取的，而且欲望和权力这两种东西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正如金沙王的那句名言，人的欲望就像高山的滚石一样，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夜神月便是最好的例子，以恶制恶只会诞生更多的恶，当正义和善良跨过了恶的边际，那就是虚伪的善。第二位选手大总统法尼瓦伦泰，各位久等了。我が心と行動に一点の曇りなし、すべてが正義だ。大总统绝对是比乔尼更贴合漆黑意志这4个字的，他可以为了国家不择手段，毫不犹豫夺取他人的性命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。很多小伙伴说了，哎，主播，大总统自己命都没了，还玩个屁啊！这就不得不提他的替身能力。ダーティーディーズダンダートチーラ。D4C 人もたやすく行われるえげつない行為。能力也很简单，可以从其他平行世界拉来一个全新的自己，就相当于有无限复活币。大总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幸福，这也是他所标榜的正义。不过，虽然法尼瓦伦泰有着崇高的觉悟，有着为国捐躯的大义，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个反派。当他毫不犹豫射杀手下，残害无辜火车司机，将不幸转移给国民时，他就是恶。第3位，佐助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为公窃私。ふざけるな！ふざけるな！バカ野郎！这位简直是电车难题的王牌解题员，他的梦想是世界和平，为达目的那是不择手段，秉承着牺牲少数人的利益，保全大多数人，所以他越是救人，杀人的技术也就越娴熟。他爱着所有人，但也可以杀掉任何一人。父亲节枪杀父亲，母亲节炮轰母亲，当然切嗣没得选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没有人能够决定他人的生死，当切嗣扣下扳机的那一刻，他就是恶。第4位，宇智波斑。世界の救世主たる俺がな。もうお前らには何もさせん。今、この世の因果を断ち切ったのだ。人々から苦しみ、痛み、虚しさを切り離したのだ。有的小伙伴就可以说了，这不是个大蠢蛋子吗？被黑爵骗了一辈子，妥妥的工具人。但斑爷绝对配得上极端正义，像什么佩恩呐、Obito 啊，哪个不是输给了鸣人的嘴遁？再说一下斑爷的计划，通过无限阅读去制造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饥荒、没有烦恼的世界。身为996社畜的我是真的想要啊！不过大伙儿还是清醒一下，这终究是梦境，终究是虚妄，还是要过好当下，走筑奸和鸣人的路，这才是正解。黑爵就是利用了斑爷的极端，才成功当了大孝子，复活了辉夜。个人感觉斑爷是比较让人惋惜的。最后一位必须是真神鲁路修蓝配洛基。そう、間違っていたのは俺じゃない。世界の方だ。为了更大的社会公平和正义，鲁路修与世界为敌，将一切邪恶憎恶全都承担了起来。他身死的那刻，世界重塑了，荣耀赐予鲁路修，这是极端的无私和大义，可能也只有他才配得上极端正义这4个大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不知这几位你更喜欢谁呢？